好，我是小芳。今天的背景不太一样，终于不再是那一面白白的墙了。是的，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我即将要满30岁了，真的是五味杂陈的感觉。那也想借由这个机会做一期比较不一样的内容，回顾20岁到30岁我是如何一路走来，并累积到我自认为的第一桶金。虽然这个金额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但我认为是一个小小的门槛。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做更多的运用，也可以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那影片后半段也会聊聊我目前看到的世界，我观察到的我的不管是同侪还是周遭的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的一些30岁的想法，为自己做个记录。最后呢，也会聊到未来我的频道方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到最后的话，能给我一些建议。所以本期影片不会有太多投资知识，还可能有大量的废话，总之会更多的着重在分享我的经验与价值观。那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就看下去吧。其实我个人是大概在接近2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半工半读的开始工作，那时候我也还在上大学，我上的是一间北部的公立大学。那时候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以升学为主要的目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念研究所这样子，所以大部分的同学会比较着重在课业上。那为什么都考上一间还可以的大学了，还要这样子打工半工半读呢？其实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第二个是因为考上大学之后开始念了，因为我念的是理科相关的，虽然这个科系是我自己选的，但是我觉得念一念，我就会觉得一直泡在实验室很无聊。虽然高中以前我都蛮喜欢数学啊、理化之类的科目，但是上了大学念了这个科系之后，就会觉得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需要常常泡在实验室。那时候的我就还蛮迷茫的，于是我就跟大部分的同学选择不太一样的路，是半工半读。那课业的部分，因为我不想要延毕，所以也是维持在一个60分的水准这样子。从那时候开始工作之后，就体会到工作出社会的辛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难道我要这样工作一辈子吗？而且即使就算辛苦工作了，也存不了什么钱。我不想要再像以前可能我的长辈们一直为钱焦虑的感觉，所以大学时候开始工作之后，就接触到了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观念。那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了解到投资跟创业可能是我想要的目标之一。后来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边工作边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也就这样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有跟一般同学一样选择继续读研究所，就打算出来工作了。那我就想那我都已经辛苦念了大学4年的科目了，那是不是应该找相关的科系试试看？也许在职场跟在实验室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相关科系的工作。那做了之后也发现真的跟我理想的状态不太一样。反正后来也辗转离开了这份工作。那离开这份工作后，当时22岁的我其实非常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方向的工作。那我只知道，我如果不想要被工作绑一辈子的话，必须累积被动收入才能提早退休。所以后来我就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存到我的第一桶金，这样我才能用这笔本金去投资，拥有现金流，然后从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于是后来就辗转看到志愿役军官的招募讯息，那也觉得这个是对于目前的我来说薪水不错又可以存钱很快的一个职业，所以后来就加入了。那其实在加入之前，虽然有做过许多工作，但是其实那个也都是凭我的日常开销而已，其实还没有真正开始存钱。真正开始存钱是进入部队之后，从23岁到28岁，就如同我以前分享过的内容，在部队里经历了蛮多的震撼教育，然后一路走来，前3年都过得特别痛苦，直到后2年很多事情都学过了，也都渐渐上手了，才开始有比较游刃有余的感觉。那当时候我的存款也是慢慢的在累积当中嘛，直到大概第4年大概26、27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说其实再过1-2年我就可以达到这个当初进入部队的存款目标了。所以也就慢慢的更积极的研究投资的相关内容。后来算一算之后发现这已经可以有一些程度的现金流可以 cover 我最低的基本生活了。所以后来我就有了退伍创业的想法。那直到我28岁的时候就正式退伍了，也存到我的第一桶金，也透过这一桶金去做一些运用，让我可以有一个基本的生活费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累积第一桶金的心路历程。可是这中间经历过很多挫折跟迷茫，可能是因为出社会的比较早，所以会更了解到金钱的重要性，也会更早的开始规划自己想做的事。那其实你说28岁累积到这样的金额算快吗？其实我觉得不快。
如果当时候我跟大部分的同学一样去念研究所，出来到科技业工作，应该也是很快就能达到这个金额。但因为我已经尝试过了，我尝试了做本科系的工作，但是跟我心中所想的不一样，而且我也不想要一直被工作绑架，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投资跟创业。那走到现在也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第一阶段的目标，所以其实我认为第一桶金没有什么其他的技巧，就是专心的存钱。大部分每个人都是一笔一笔存来的，很少是透过投资啊赚大钱的。如果荧幕前的你还在累积第一桶金的阶段，就是不要气馁，不要灰心。累积到一桶金之后，我们才能再做更多的运用，也才能有更多选择的自由。那退伍之后呢，我也如同大家看到的，持续的经营频道，当然经营的也不是很顺利，一开始连方向都不太确定，就想到什么拍什么，那自然也没有什么观众跟流量。不过呢，万事起头难嘛，本来经营品牌、经营频道这条路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也明白累积实力的重要性，所以就这样坚持着，也到目前也1年了。这当中当然也有许多焦虑、迷茫，也有一些成就感。但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吧，原本就没有一条路是容易的路，不管是在外面工作还是创业，都是一样的。那在经营频道初期，其实因为也还没找到方向，加上有时候滑在 FB 啊、IG 啊，看到同学虽然在外面上班，可能也是很辛苦，常常要加班，但是就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常常出国，所以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开始反思说，创业真的是一条对的路吗？就有一段这样的反思期。那直到最近，频道也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跟定位，面对镜头啊、剪辑的速度也都比较快的时候，我才觉得好像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感觉。那这当然也是仰赖有各位支持我的观众们。反正我最近有比较能享受这件事情的感觉。至于放弃稳定工作创业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的选择，我认为对我来说非常正确，因为这件事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那当然你说像我的同才这样在业界工作，他们累积金钱的速度可能也比我快很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个人如何选择。每个人觉得人生重要的顺位的东西不一样，像有些人觉得有钱、有稳定的工作，然后稳定的结婚生子，这样子稳稳过下去是他心中所想要的。那当然在业界稳定的上班可能就比较适合他们。那如果像我一样，我比较注重自由、梦想、金钱这样的东西，可能我做这样的选择就是对的。那至于未来会不会持续做下去呢？其实这个我最近有一直在考虑，因为未来除了频道以外，我肯定还是会拥有其他一些额外的工作，那自然会压缩到做影片的时间。所以我最近一直有在考虑说，要持续以长影片的形式跟大家见面，还是转换其他种形式，例如说贴文啊，或是社群，或是短影片的方式经营我的自媒体。如果有看到这里的观众们的想法的话，可以给我一些意见。至于频道方向，可能会继续朝理财投资的方向继续走。那之前有分享一些自媒体的资讯，可能就会稍微减少一些。当然，如果每一个阶段有做出一些成绩，或是有一些心得，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不会完全消失。其实比例的部分没有那么多，大概是投资理财可能会占60-70%，然后如果有一些经营自媒体、经营品牌的心得，然后分享占比会是20-30%这样子。那关于投资的部分，有些人可能知道我过去一直都是美股的价值投资者，最近我也有考虑放一些部位在台股上面，可能台股的 ETF， 甚至比较杠杆性的商品也会想尝试看看，比如说质押啊、加密货币等等的，这些我都会想尝试看看。当然这些是高风险的东西，我自己也会多做研究。那如果有一些心得的话，也会再跟大家再分享这方面的资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看。反正投资的内容中，可能之后也会提到一些杠杆性的商品，让大家多多期待。那除了经营频道外，我个人的部分，我当然也会持续有其他工作，不管是经营自媒体或是线下的一些工作，我也都会持续的进行。是线下的工作，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用力，不会像以前这样过度的努力。我一定要在某个时间达成什么什么目标，就是我觉得我之后的心态已经不会那么用力了，因为毕竟自己也有一些投资收入嘛，所以应该是可以比较放轻松一点，能做就做这样子的心态。那不管是哪一条路，不管是自媒体或是线上工作，哪一条路都还是会持续的努力。最后的部分，我也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过这个30岁生日，所以呢，我准备了一个蛋糕，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那也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那也祝福我的频道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带给大家真正有帮助的资讯。那最后一个愿望就留给我自己吧。OK，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谈话性节目，欢迎帮我按赞订阅，也欢迎你留言祝我生日快乐，或者未来你希望可以透过频道了解更多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留言给我。那老实说，我不会很常看留言，但是如果我有看到的话，我会尽量回复的。那这么无聊的内容，再次感谢看到这里的你们，希望未来也多多支持。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